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黑客斯。今天呢，要来开箱迷你小电脑。最近公司呢需要增加一些新电脑给员工使用，那基本上呢都是文书用而已，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运算。我上网找了一些 CP 值高的组合方式呢，找到了这个 QBN JSL 的迷你准系统。那为什么我会找微星呢？因为华硕没有这种单纯的空机的这个组合，而且呢，华硕的保固只有1年，又比较贵，我觉得很没诚意。那技嘉的，我找了一些资料好像它的散热模组呢是有风扇的，而且比较吵，而且它的外壳非常没有质感，我个人是很不喜欢。加购个记忆体跟 SSD 呢，那低文书的需求总共才不到7000元就搞定，非常的划算。那当然呢 ，Windows 跟 Office 的 license 呢是要另外买的。好，那这里顺便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判断 CPU 够不够用。网络上有一个网站叫做 CPU Benchmark， 那在上面输入你的 CPU 型号呢，就可以查到这个分数。那像我自己工作在用的笔电呢 ，CPU 是 i5-6200U， 在上面查到的分数呢是3000多。然后我再查这一颗 Intel 的 N6000 的 CPU， 分数是2800多，所以呢它的效能是差不多的。虽然不精确，但大致上可以参考。那我的桌机呢是用 AMD 的4750G。分数呢是2万多，所以我桌机的 CPU 效能是这颗 N6000 的 CPU 的7倍。那按照这个分数呢来挑选符合你需求的 CPU， 那我自己是判断分数只要有2000以上呢，就可以胜任办公室的文书需求。好，那1主机，2 SSD 硬碟，3记忆体，3样东西就搞定了，够简单吧？不用再大包小包一堆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，就来开箱吧。好，那里面的包装呢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一些资料说明书。好，然后呢，它的主机本体，它小小一个这个主机本体，好，长这样子，就小小一颗。它的外壳呢是金属的材质，散热比较好。好，然后它这一包螺丝很重要里面有那个 M.2 的螺丝，千万不要丢掉。好，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壁挂架，如果有符合那个 VESA 的规格，它可以锁在电脑萤幕的后面。好，那这是变压器。好，那这些呢就是它所有的内容物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装这个记忆体跟硬碟吧。好，那这台主机呢，它的开关是在这个地方，这边在上面。然后它的正面呢有2个 USB， 然后呢右边这边有一个耳机孔、麦克风孔。好，我们来看侧面是纯粹的这个散热，没有输出。然后它的背面呢，就是电源、VGA、2个 USB、1个网路孔跟1个 HDMI。好，然后侧面呢这边也没有东西，所以它非常的简洁。但是它的 USB 的这个 port 呢，我觉得是刚刚好够用。就一个键盘1个滑鼠，然后剩下2个空的 USB 可以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拆开吧。好，那拆开了它里面很单纯这个呢是插记忆体，它有2个插槽，那它最高呢支援到16GB。好，然后这个呢是 M.2 的这个插槽，可以接那个 M.2 的 SSD 的这个硬碟。好，那它还有预留一个这个 SATA 的这个硬碟的这个扩充的空间呢，你也可以加一颗 SATA 的硬碟。那这颗呢是 WiFi 的模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加上这个记忆体。那它用的是笔电的这个规格的记忆体。好，我们把它插上去。好，那再来呢是硬碟，一样这个我是买微刚的这个 SX6000的这个 SSD M.2 的，那一样这个散热片不要用，千万不要用，因为如果你未来如果手贱想要把它拆下来换掉的话，你有很大的机会把这颗 SSD 的晶片给扯下来。好，所以不要用。如果你真的要用散热片的话呢，记得去买那个5块钱的那种3型的散热片，直接贴在它的晶片上面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刚刚那一包螺丝很重要我们现在把里面的那个 M.2 的螺丝给找出来。好，就是这一颗，非常小好，这样就装好了。好，那我研究了一下呢，我发现怎么把它拆开的方法了。
这个 VGA 的这个 port 呢，它旁边这2根螺丝呢要把它卸掉，然后卸掉之后呢，然后整个主机板呢就可以直接从它的机壳里面取出来。好，那它的散热做的还不错哦，它散热片蛮大块的，然后它是有风扇的。然后我刚好试一下哦，它的风扇呢在待机或者是低负载的时候，好像风扇不会转，只有在高负载的时候风扇才会动。好，那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开关的按钮 switch， 然后它的 BIOS 的电池是这一颗，然后之后如果 BIOS 没电的话，也是要拆下来从这边换。它的天线呢是延伸到上面这边，它有做一些这个加强的动作。好，所以我这样目测呢，我觉得它的散热做的还不错。好，那我再补充一下，刚刚前面呢有提到它可以再外加一颗 SATA 的硬碟，那这个是它的这个 SATA 插槽。那它的电源呢是这一个，它买来的时候并没有附这2条线，所以你要再另外去跟微星再另外买这2条线，但是它的这个价格还蛮高的，要1000块。光华商场有在那种帮人家专门做线材的店家，你可以请他们做这条线，这条电源线转 SATA。好，然后这条线呢可以去买那种短的细的，然后是直角的那种SATA头。好，这个光华商场都可以直接找得到，不一定要跟原厂买那个贵松松1000块的线材。那我是不建议加啦，因为它的空间很小，然后散热其实全速运转的时候还蛮热的，所以如果你加 SATA 硬碟的话，散热会差很多哦，所以我建议是不要加，我宁可直接这个 M.2 的硬碟买大一点，然后我们再把壳装回去。好啦，完成啦，就那么简单。机器拆开，4个螺丝卸掉，把记忆体插上去，把硬碟插上去，关起来，完成。开机灌系统结束。这么小巧的电脑呢，可以直接取代办公室笨重、庞大又占空间的这个老电脑。好，那我觉得它的 CP 值非常高，不到7000块就可以搞定这个办公室的文书电脑，然后保固又有3年，然后这个微星的维修中心在光华商场也算方便。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微星 QB N 系列 JSL 的 mini 准系统。那如果各位有什么想法呢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，跟大家交流。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